其实很多美女是很擅长用胸啊、腿啊，或者是臀啊去控制男人。注意我说的是控制，不是吸引，因为他会以此来过度的要求你去付出情绪和物质。除此之外，他也很擅长通过情绪，尤其是一些卖惨啊、袒露脆弱啊，再去控制你，成功率高的吓人。不过最厉害的还是让你被迫卷入窘境，比方说抬入第三方男性，就像他会有意无意的提到一些老板啊、帅哥呀，就是那种有社会地位的男人。因为男人的本性就是王不见王。当你认识到一个强者，你作为一个男人的本性，第一反应是什么？是你要干掉他，对不对？你要取代他。那还有就是女人她可能还会用所谓的爱来控制你，道德绑架你，就说什么你不爱我了，你没有以前对我那么好了。为什么是控制而不是吸引？就是很多兄弟哪怕他是有价值的，甚至是价值非常高的，但是他没有控制女人的意识，他只想吸引女人但是你要明白，吸引是一个非常被动的动作，因为人在关系中最看重的就是对方对我们的付出。女人是很明确自己的付出标准和要求的，不管是物质上还是情感上，就是你要为他所用。但是很多男性在这个男女关系中，他只有付出意识，是没有索取意识的。比如说聪明的男人呢，就非常的清楚，在我为伴侣去付出我爱他的情况下，他应该为我做些什么。那大多数男人呢，只知道一个最基本的生理需求，那他不知道女人还需要去为他做什么，是不是？我说一个最基本的，做家务。很多男人听到做家务这3个字儿，怕的不行。这个社会舆论环境还敢让女人做家务？那如果你很穷，你就当我没有说过，好吧？但如果你稍微有一点实力，那你要不要让她做家务呢？的确，你完全可以请阿姨、请保姆去做，对不对？但是你的女朋友做家务和阿姨、保姆做家务，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分工也是不同的，懂我的意思吗？你会感觉到你的女朋友是完完全全真心爱你的，而且这也是一种验证跟测试。因为女人如果真的爱你，她的确会为你去做一些杂碎的事情。你看中国最有实力的那群男人，他们的太太家里虽然有司机、有厨师、有保姆，对吧？各种都有，但是那群太太还会干嘛？还是会做家务的。所以就是非常直观的一个道理女人不做家务，那她就一定不爱你只能称之为她在用你她把你当做工具了。所以你会发觉很多男人一旦谈到吸引力这个概念的时候，一个二个说的头头是道的，对吧？但是只有低位的男人他才会去谈吸引高位的男人谈的是什么？是控制。为什么？老板要不要控制员工？父母要不要去控制子女，对吧？不靠控制你怎么办？靠你的个人魅力吗？你的员工是永远忠诚于你的吗？靠你韬光养晦，孩子就不叛逆了当然了，我说的这个控制可不是什么 CPU 或者是恶心这种控制而是高位和低位，它一定是有一种权力结构在的。比如说一段亲密关系中，你是一个司机，你不去控制这个车的行驶方向，那你就会遇到一些事故冲突。所以在男女的权力结构当中你要是不独掌大权，不去控制关系，那你就可以看看你的女人提出的那些要求是不是会有很多都是很过分或者不合适的。那这个时候如果说你只是选择忍耐、退让、牺牲、妥协，你就会发觉你忍到最后，你的负面情绪会积压到爆发，最终你还是以分手或者离婚作为终点。你选的嘛，对吧，偶像？所以如果说你真的爱自己的女朋友，爱自己的妻子不要去讲民主，真的，你必须要学会友好善良的加以控制，因为这对你俩都好还是那句话，弱者专研情感和技巧，刀哥只教强男识人心。我们下期见。